嗨，大家好！我在之前介绍中国运力最强的火箭长征5系列的视频中提到过，今年下半年中国航天将迎来2次重大的深空探测任务，一个是首次拜访火星的天问1号，另一个则是首次进行月球采样返回任务的嫦娥5号。我们知道，长征5B 是专门用来在环地轨道搭建空间站的，而像奔月、探火这种深空任务就落在5B 的老大哥长征5号身上了。就在2020年7月23日，在海南岛的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5号遥4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天问1号探测器，并在火星实现绕、着、巡3位一体的科学任务。在2年一次的登陆火星窗口期，中国人终于开启了首次对于火星的探索。如果成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首次发射就能完成在火星绕、着、巡3项任务的国家。而此次在窗口期要剑指火星的还有2位，一个是阿联酋，他们联合3个美国学校研制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中国发射的3天前，7月20日，即由日本的 H2A 运载火箭已成功发射。另一个是美国的毅力号，原本 NASA 计划7月17日使用宇宙神运载火箭发射，但因故推迟到7月30日，没有抢到头香。这2个探测器我们稍后再讲。那么天问1号水平到底如何？在世界又能排到什么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在详解天问1号可能取得的成就之前，我们先来解答几个小疑问。首先，宇宙速度，这个学过物理的想必都了解。简单说一下，我们往天空扔石头，石头会做抛物线运动，力量越大，抛的也就越远。假如我们造一个很牛的大炮，例如人间大炮，可以把人或物体轰出去。如果力量足够大，理论上来说可以绕地球1圈再落回原点。如果再大上那么一点，速度达到每秒7.9公里，那么它就可以一直环绕地球飞行，不回来了。这就是第一宇宙速度。如果我们再把速度提高，达到每秒11.2公里，它就会脱离地球的引力场，跟地球说再见了。这个最低的地球逃逸速度就是第2宇宙速度。那么如果我们想摆脱太阳的束缚，想去半人马座找3体人怎么办呢？那就要达到每秒16.7公里的第3宇宙速度了。所以人类想要去火星完成探测任务，达到第2宇宙速度，则是最基本的前提。这个看似难度好像并不大，那么此前的火星任务中有没有就栽在了这一步的呢？还别说，真的有，其中以俄罗斯的经验最为丰富。而最让中国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011年他在中国首颗火星探测器萤火1号的俄罗斯福布斯土壤探测器了。这个火星任务中国搭了个便车，俄罗斯其实早在2005年就主动向中国发出邀约。要知道，中国直到10年后的2016年才发射了有此种运力的长征5号火箭，所以在当时面对这个火星一次游的便车，岂有不搭之理？但留给中国的运载余量只有110公斤左右了，这么小的余量，中国就只能设计一个有史以来最小的环火星探测器，仿佛是暗夜中的一个小小萤火虫。这刚好又是中国古代对火星的称谓“荧惑”的谐音，因此萤火1号应运而生。俄罗斯原计划是2009年发射，因故推迟，错过了那次窗口期，只能延后到2年后，2011年11月，搭载2国探测器的天顶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飞向太空。但在达到近地轨道准备变轨进入第2宇宙速度时，发动机未能点火，而且又失联了。所以福布斯在200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孤独地飞了2个月后，自然陨落在南太平洋里。所以看来靠人终究不如靠自己。自那时起，中国开启了自主发展火星探测的计划，于是有了现在的天问1号。另一个小疑惑是，为什么最近几次中国发射的长征5号和长征5B 都是选择在海南岛？在此天涯海角，不会给火箭的运输和维护造成不方便吗？很简单，因为海南文昌的纬度更低。那为什么这种大运力的火箭通常要选择在纬度较低的地方呢？原因在于纬度越低，地球自转速度越快。火箭最终的飞行速度是运载火箭的速度加地球转动的线速度。运载火箭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地球的转速度越快，被发射的探测器的速度就越大。简而言之，火星探测器要脱离地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地球甩出去的，所以越接近赤道，被甩出去的就越容易，这样就达到节省燃料、增加载荷的效果。经过计算，在海南文昌发射要比在西昌发射提高 7.4% 的有效载荷，约为370千克，这可相当于3颗萤火1号啊！而纵观世界各国的火箭发射中心，也大多选在国内纬度较低的地区，像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就是位于最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世界纬度最低的是在南纬 2.9 度的意大利圣马科发射场，此地位于东非。而欧洲航天中心也在南美找了个地方，是位于更接近赤道的法属圭亚那。那么世界上纬度最高的是哪里呢？
大家可能也猜到了，那就是北纬63度的俄罗斯普列谢茨克发射场。而在苏联时代，南方的哈萨克斯坦有个拜科努尔发射基地，位于北纬46度，勉强可用。苏联的绝大部分航天发射计划都在这个地方。但随后苏联解体了，想用拜科努尔就只能靠租了。王兄心里苦啊，干相同的活我出力最多，这也太不公平了。我要这么大的地盘有什么用呢？所以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已经有了酒泉、西昌、太原3大火箭发射中心后，又在2014年新建海南文昌发射中心的原因了。好，介绍完以上的一些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天问1号有何特点，跟此次发射的其他2国的探测器又有何区别呢？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组成，总重量达到5吨，命名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的长诗《天问》。刚才提到了，此次中国火星探测任务是要完成绕、着、巡3大任务。简单来说，天问1号被甩出地球后，用超过第2宇宙速度的超高速奔向火星。到火星后，要来个紧急刹车，这一步非常的重要，一不留神就会跟火星擦肩而过。1998年，日本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就因点火失败而错过火星轨道，从而变为一个周期为2年的环太阳卫星。所以绕并没有看似那么简单。天问1号的环绕器配置了中高分辨率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火星矿物光谱探测仪、火星磁强计、火星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共7台科学载荷，将对火星开展全球性普查性探测。那么仅仅在火星轨道上绕圈圈、拍照，这恐怕也探测不到火星人吧？的确，所以这被称为普查。后面还有详查和精查2步。登陆火星并进行巡视探测叫详查，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在实验室研究，这叫精查。时至今日，精查还无人做到，而中国此次尝试的也正是前2步。天问1号绕行火星后，转个几天，完成着陆区的预先探测和着陆点调整后，将择机释放着陆巡视器，而轨道环绕器将继续留在天上，调整进入中继通信轨道，为之后与巡视器通信。接下来就将进入最为紧张刺激的着陆恐怖7分钟了，这也是多国屡次尝试而最终失败的梦魇。着陆巡视器与轨道环绕器分离后，进入火星大气，将通过气动外形、降落伞、反推发动机等多级减速和着陆腿缓冲，软着陆于火星表面。这几个阶段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否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为了可以安全着陆火星，2019年11月14日，中国在位于河北怀来、亚洲最大的地外天体着陆综合试验场，成功模拟了着陆器在火星重力环境下的悬停、避障、缓速下降的过程，这也为火星探测任务的如期实施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的火星车将与承载平台分离，可以开心地在火星表面巡游了。此次的火星车配置了多光谱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火星表面磁场探测仪、火星气象测量仪、地形相机共6台科学载荷。对着陆器的详查也将随即展开，绕着巡的3大任务完成。如果成功，中国也将史无前例地成为首次发射就一次性完成这3项任务的国家，起点很高，同时挑战也很大。那么，如果3项任务完成，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呢？并不是，前面的路还很长。前面也说了，详查之后就是精查，想要精查就需要把火星样本运回地球，但这个回难度可就大了。也许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此次美国 NASA 发射的毅力号将完成登陆火星，寻找地外生命，采集样本返回地球。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此次的火星探险之旅将完成把火星样本带回地球的任务呢？其实不然，毅力号并不会直接返回地球，而是对火星的样本进行采集和存储，等人来接它。人类现在还无法做到一次性去火星再回来，所以这个回美国分了2步。毅力号成功后，按计划 NASA 和欧洲航天局将在2026年向火星发射2台航天器，其中1台将于2028年在火星着陆，届时将从毅力号接过样品，随后该航天器把样本发射到火星轨道上，交给另1台航天器，后者将于2031年返回地球。所以这么看来，人类要看到火星上的东西并开始研究，最快也要等到21世纪的30年代了。那么此次窗口期，另一个国家阿联酋的火星探测器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承载了阿拉伯年轻人希望与梦想的希望号，其实是由阿联酋出资，美国航天科技人员设计制造，并由日本的 H2A 运载火箭发射的联合项目。
阿联酋人全程参与并学习。希望号实质上是美国火星探测器 Maven 的后续，发射质量为 1.5 吨，主要负责观测火星气象变化。当然，冠名权非超给力的阿联酋莫属了。换句话说，希望号只是一个实现绕行任务的气象卫星，这跟中美两国一次进行多个任务的毅力号和天问1号不是一个量级。那么，除了此次发射的阿中美三国，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完成过火星探险之旅呢？人类探索火星的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960年10月10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探测器火星1A 号，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每到地火接近的窗口期，人类都向探索火星发起了挑战。第一次成功的是美国人，1964年发射的水手4号探测器首次飞掠火星，并传回22张火星图片。人类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一睹火星的模样。注意，这次只是飞跃，而不是刚才提到的环绕。第一个成功进入火星轨道的是谁呢？1971年，美苏相继发出大招，美国发射2次，苏联更是来了个3连发。这5个探测器中，美国1个，苏联2个，最后成功抵达火星轨道。而美国的水手9号早了几天拿下第一，而苏联的另外2个则有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将完成人类首次绕行和着陆2位一体的尝试。其中，火星2号在降落时伞没打开，来了个硬着陆，失败坠毁，成为第一个抵达火星表面的人造物。但这个第一不要也罢。几天后，火星3号又尝试了一把，这次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但着陆器只工作了14秒就失联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传回地球。人类首次着陆火星的尝试失败。那么后来谁成功了呢？是美国。1975年，美国的海盗1号和海盗2号来了个2连发，竟然全部软着陆成功。俄罗斯自此心灰意冷，此后10年再无动作。注意，美国成功的这2次只是绕着2步，那时的着陆器还无法自行运动，所以巡还没有实现。那么这个巡又是谁第一个实现的呢？没错，还是美国。1996年12月，美国探路者号发射，并于次年美国国庆日成功登陆火星，并释放火星车巡视探测，这也是人类送往火星的第一部火星车，再次拿下第一。那么现在的天问1号的绕着巡探测方式是否是在重复24年前的探路者号呢？还真的不是，因为美国的探路者号既没有携带轨道环绕器，也没有尝试先进入火星轨道绕行再着陆的方式，而是像流星一般直接冲向火星。在离开地球经过213天的冲刺后，探路者号以26000公里的时速疾驰而下，冲向火星，通过降落伞、反向火箭和一个巨大的气囊，最终一颠一颠地落地了。而依靠相同的方式，美国又在2004年成功地让2个巡视车登陆到了火星上，分别是勇气号和机遇号。但这种一颠一颠的方式有个坏处，就是降落时无法再修正，增加了不确定性，一旦颠进沟里就麻烦了。所以美国在2011年发射好奇号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降落伞加反向推进，最后悬停释放火星车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酷炫，而且精度颇高。好奇号比预定的着陆位置只差了2.4公里，而且这款火星车为核动力驱动，大大延长了其探测时间。时至今日仍在工作。以上可见，美国对于只携带着陆器和火星车的一次性着加巡的方式已驾轻就熟，成功率相当高。但如果再加上携带轨道环绕器的绕着巡一次3连，还没有做到过。那么谁曾经尝试过呢？那就是欧洲。2003年，欧洲航天局的火星快车探测器，它在火星快车轨道器和英国的猎兔犬2号着陆器2大部分飞向火星，尝试一次3连。结果轨道器成功入轨，实现了绕，但着陆器跟轨道器分离后就失去了联系。此后，猎兔犬2号就杳无音信了。欧洲人不服气，2016年又尝试了一次，最后由于着陆时1秒的计算失误，提前将降落伞和防热罩分离，火星车因硬着陆而坠毁。后2步又没有实现，可见要一次性完成绕着巡还真的没那么容易。所以此次中国首次尝试火星任务，就要一次性完成此前并无先例的高难度。那么一旦成功，天问1号将载入史册。在今年的发射窗口之前，人类共执行过44次火星探测任务，其中19次成功，25次失败，成功率只有 43%， 可见风险极大。而迄今为止成功登陆的探测器也只有8个，分别为海盗1号、海盗2号、探路者号、勇气号、机遇号、凤凰号、好奇号和洞察号。其中能做到巡的火星车只有4辆。
探路者号、勇气号、机遇号和好奇号。以上全部来自 NASA， 美国遥遥领先。而在火星轨道上仍在正常工作的轨道卫星还有6个，其中美国3个，欧洲2个，印度1个。咦，怎么还出现了个印度？没错，印度对于火星的探索走在了中国前面，而且还拿下了一个亚洲第一。之前提到了1998年日本向火星发射的希望号探测器没能绕行火星，结果绕行了太阳。而2011年中国的萤火1号搭便车失败，但2年后印度却成功了。2013年印度独立发射了火星轨道探测器 MAM， 并在2014年成功进入了火星轨道。虽然此次任务并不包括登陆火星，但首次发射即成功，并拿下了亚洲第一，真是可喜可贺。印度人也大喜过望，还把火星妈妈印在了2000卢比的钞票上。以上就是各国对于火星的探索史。等一下，是不是忘了一个人？马斯克那个狂人不是在2018年把自己的跑车发向火星了吗？现在也该入轨了吧？其实那次发射还真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广告式发射。首先，窗口期就没赶上，2018年的探火发射窗口在5月，而马斯克的重型猎鹰火箭早在2月就升空了，错过了发射窗口，它的运行轨迹就只能是这样，距离火星还有108000里呢。而且它的跑车也没有任何反向推进装置，无法减速，即便在窗口期发射，顶多也只能直接冲向火星而被大气层粉毁。想进入火星轨道绕圈圈，这绝无可能。中国的天问1号将在太空中疾驰7个月的时间抵达火星，而中国能否成为继美国之后第2个把火星车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的国家，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另外，美国此次发射的火星车叫毅力号，可中国的火星车连名字都还没有呢。好在还有7个月的时间，征名活动已经开始，那就请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